这次简单的跟大家分享，有一天我去吃意大利面套餐的血糖记录。我们先来看自由自主对于意大利面的叙述。书中提到，意大利面会让血糖上升的比较缓慢，这是因为意大利面是利用碾碎的麦子制成，而不是细磨的面粉。因为理论上越细状的东西或越粉状的东西都会让血糖上升的比较快。那因为它只是敲碎而已，所以它的淀粉还保留在蛋白质里面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麸质。所以它的意思就是，意大利面的组成不是单只有淀粉，还混了蛋白质。因为如果碳水加蛋白质一起吃的话，理论上血糖会上升的比单吃碳水的时候还要慢，所以他这边提到意大利面其实是很适合糖尿病人的食物，甚至对于有打胰岛素的我们可能会造成饭后的低血糖。比较有趣的是，下面提到说较细的意大利面像是小通心粉，比长条状的意大利面让血糖上升的比较快。我觉得通心粉也不是比较细耶，应该是看起来比较碎片吧，它不是一长条的，而是一个一个。然后意大利面的水煮时间不会影响血糖的上升速度，除非你真的把面煮到非常的烂，因为越烂的面理论上血糖也会上升的比较快。最后提到说什么罐头意大利面和白面包的血糖上升速度是相当的。说实在，我没有吃过什么罐头意大利面诶，可能是国外比较常见的食物啦，台湾应该比较少见。后面有解释，因为麸质是让意大利面血糖上升较慢的原因。那因为罐头意大利面可能又经过了加工，丧失了麸质，所以罐头意大利面会让血糖上升的比较快。这样子看下来，其实意大利面对于糖友来说是很友善的主食诶。接下来就进入我吃意大利面套餐的血糖分享。首先我起床的时候已经是中午的12:10，血糖来到了143。我先打了1单位的胰岛素来压制我的黎明现象。你说我平常不是都要打2单位来压制黎明现象吗？因为那天早上7点的时候，我的黎明现象就很严重，血糖就已经161了，所以我7点的时候就已经先打了3单位的胰岛素来压我的黎明现象。12:10这1单位已经是我为了压制黎明现象的第2针胰岛素了。通常假日我早上睡越久，黎明现象就会越严重。好，不管，那要吃意大利面套餐的时候，大概是下午1点左右。这时候我餐前的血糖是130，我先打了1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然后等了20分钟之后才开始吃。先上的餐是洋葱浓汤以及面包，面包我只有吃1个哦。上面标示的碳水是我事后用 ChatGPT 它帮我估算的。如果大家对于这一份餐到底有多少克碳水很疑惑的话呢，也可以拍照问问看 ChatGPT， 或者是智抗糖 App 里面也有拍照 AI 辨识碳水的功能，至少让你有一个方向大概的碳水量去打胰岛素，但是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判断做一些修正啦，因为绝对不会是100%正确的。而后面又上了玉米浓汤，以及我很邪恶的点了焗烤意大利面，还有我的鲜奶茶是含糖的，因为好像不能调整。甜点有提拉米苏以及奶酪，我各吃了一半。整个进食时间大概是1个多小时左右。结果有血糖波动图可以发现，在进食1个小时之后，大概是2点05分时，我的血糖就来到了251，直接上升了121，表示我一开始打的那12单位根本就不够哦。所以此时我直接追加了6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然而在饭后3小时，大概是4:10的时候，我的血糖还在211，所以我又很生气的补打了3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然而1个小时之后，也就是饭后4小时，我的血糖居然还在220，所以刚刚打的那3单位胰岛素，我觉得根本就是没什么作用。因为通常我速效胰岛素打下去1个小时之内都可以看到血糖有明显的下降，所以我又很生气的补打了5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一样提醒大家，如果没有把握的话，千万不要如此频繁的补打胰岛素哦。我是因为带着 CGM 随时可以观测血糖才敢这样子。终于在最后一次补打胰岛素后的2个小时，也就是晚上7点，这时候已经是饭后的6个小时，我看到了血糖在急速下降，所以马上补糖了。我推测应该是多打了1单位的胰岛素左右。
所以这一次吃意大利面套餐也是蛮惊人的，我总共施打了25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回推大概吃了150到175克的碳水，跟上面 ChatGPT 所估算的碳水总和值有一点的差异啦，但我觉得没有到差很大，大家参考就好。而25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基本上我可以吃3个轻食便当了。到这边大家有疑惑吗？刚刚在《自由自主》一书里面不是说意大利面对糖友是非常友善的吗？吃对方法当然是友善的，但是各位看看我吃了什么？我前面就喝了对我来说会高升糖的浓汤，以及面包。还有起酥玉米浓汤，高升糖、高碳水、高油脂，还有我的意大利面还选了焗烤意大利面，脂肪含量高到不行啊！这一看就知道我今日的脂肪摄取量又爆炸了哦，碳水量不一定会爆哦，因为我一天最少就是可以吃到170克左右的碳水，而脂肪呢，我只能吃50克。你常在记录饮食的话，你一看就会知道这一餐的脂肪摄取量绝对是很惊人的。ChatGPT 也说这是一餐高碳水加高油脂的组合，我自己觉得蛋白质含量应该也是不低啦。而我这一餐一开始就吃了一些高升糖的食物，然后我胰岛素剂量又打得不够，所以血糖冲上去之后呢，我吃进去的这些大量油脂让我的胃排空变得很慢，血糖上去之后就很难再下来了。所以它在200以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大家可以简单的想象成大量的油脂卡住了我的胃，油脂实在太厚了，我的胃只好慢慢的消化，花了5、6个小时才消化完毕，我的血糖才得以下降。希望这样子有比较好记好理解。那大家一定会问，要怎样吃意大利面对血糖比较好呢？第一个，刚刚自由自主里面有提到，选择全麦长条的意大利面会比通心粉还要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适当的搭配蔬菜以及瘦肉。有些意大利面前餐会有生菜沙拉啦，我忘记我吃的这一间是没有生菜沙拉，还是因为我不喜欢吃生菜沙拉，所以才没有选。但是如果它烫熟的话，我就可以。肉的话就可以选择鸡胸肉啊，或者是鲑鱼之类的。酱料的话，当然要尽量减少，可以选择清炒的意大利面。而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控制分量。再怎么低升糖的食物，你吃超量的话，还是会升血糖的。但是如果你问我，我真的会这样吃吗？诚实的告诉大家，我不会，因为我很少去外面吃意大利面呢。吃这种套餐对我来说，就是去外面吃大餐的意思。既然难得吃一次这么完整的大餐，我就要吃我自己想吃的。毕竟我平常就有在控制饮食了。像这个意大利面套餐是我去年6月吃的，我印象中这1年来我有吃过这么完整的意大利面套餐，好像就是这一次诶。就算真的有被我忘记的次数，我想应该也不会多，就1、2次吧。所以1年内我可能吃了1、2次这样不健康的意大利面套餐，我觉得还好诶，一点也不过分啊。但是如果你是常常跟人家聚餐，1个月内会吃好几次这样的意大利面套餐，那我就觉得你要克制一下咯，你不能每次都像我这样吃的这么不健康，一定要选择清炒的比较好。偶尔吃自己喜欢吃的就好。最后，我们来跟之前吃过的烤鸭套餐做个比较。血糖波动方面，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波冲到底，但是我觉得意大利面套餐可能有2到3波的血糖，因为看得出来好像血糖下去了，但是又压不住，又稍微的上来。当然，这个血糖的波峰会跟我补打的胰岛素剂量有关系，所以大家看看就好。而2次的套餐我都是打了4次的胰岛素，但是意大利面套餐多打了1单位，总剂量是25单位，居然比烤鸭套餐还多诶。但是烤鸭套餐那时候血糖有飙到300哦，而且还维持了一段时间。意大利面套餐最高到250左右，而影响的时间，意大利面的时间比较短，只有6个小时，烤鸭套餐影响比较久，有7个小时左右。当然，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比较，大家可以多观察自己的血糖。如果有什么特殊经验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跟大家分享。另外，我即将出国去大吃大喝了，然后我最近拿到了这个超级速效胰岛素，或许会继续做一些测试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IG 或 FB 看看。这种一次性的实验我就比较不会做成影片，因为一次性的实验我觉得可信度没有这么高啦。大家看过我的影片的话都知道，我都要3重复，实验都需要耗费我1、2个月的时间的。
这些小实验，然后等我有时间再把它变成影片，都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。其实我也是蛮懒的所以我的 FB 跟 IG 不会太常发东西打扰大家的。反正我这个频道就是做兴趣的嘛。Trade 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。我在生活中几乎没遇过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，但是 Trade 的大数据之下呢，让我遇到了好多第一型的糖友。有一些就会在上面分享跟大家聊一些有的没的，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聊天。